这个水龙头一直关不紧，就算关起来它也一直滴水。我们今天就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边这个水龙头呢，它一直会滴水，因为就算已经关到底了，它还是一直滴水。处理像这种水龙头漏水的问题，一般的做法就是把这整颗水龙头给换掉。另外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把手拆下来，看看里面的阀芯是不是可以更换。那我们也可以只更换阀芯就好。这颗水龙头也已经很旧了，所以我今天打算这整个水龙头都把它换新的。我是买了一个不锈钢的，等一下我拆下来之后，我们可以两个来对比一下，然后把两个水龙头都拆开来看看，两个阀芯的设计是不是一样的。已经进来的朋友就先帮我按个赞吧。艺人团队制作影片非常耗时间，请各位按赞支持一下哦。这些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工具：止泻带、开口扳手，然后十字的螺丝起子。另外还可以再准备一只小只的一字起子，用来开这个盖子用的。如果要拆这个水龙头的话，我们先把水关掉，确定都没有水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扳手稍微把它夹住，然后逆时针旋转。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水龙头拆下来。我们今天有准备了另外一只水龙头，像我这一次买的这一只就是不锈钢的，旧的应该是铜的。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上面都已经氧化蛮厉害，把手的地方有一些电镀的应该也都是有脱落了，所以这一次干脆就直接整只换掉。不过等一下我们还是会把这两只水龙头给拆开来，看看它的阀芯设计，看看是不是有办法直接换阀芯就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。外观上面设计的差不多，除了材质不太一样之外，这一支新的在这个出水孔的地方设计有点不太一样。它这一个地方有多了一个滤网的设计，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拆开来清洁的，像这样子把它转开来，这边就会有一颗滤网。旧款的这一支这边就完全没有滤网的设计。我们现在先来拆旧的这支水龙头，如果要拆开的话，这个把手的顶上会有一个盖子，一般的设计都是这样子，就算那种圆形的转把的那一种水龙头顶上一般也都是会有一个盖子，我们用手指头就可以把它抠下来。如果不好抠的话，可以用小只的一字起子，这个里面的地方它就藏了一颗螺丝在这边，一般来说都是一颗十字的螺丝，我们用十字的螺丝起子就可以把螺丝转下来。这个把手地方稍微摇晃一下，因为有的时候用的很久了，它有点水垢或是什么卡得很死，这样子摇晃一下它就会松动，然后这样子把手就可以拆下来。再来我们看到这边它有一个六角的设计，用活动扳手夹住这个六角的地方，逆时针旋转。如果你是老旧的水龙头，这个会非常的紧，你可以用大只一点的扳手，或者扳手加上铁锤稍微敲一下，应该会比较容易打开，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转下来。它这个阀芯是一个陶瓷的阀芯，我们来拆新的看看里面的结构。新的这一款的盖子，它就用手抠不下来，你就需要用尖尖的东西，或者小只的一字起子，这边有个小孔，它才能抠得下来。盖子里面一样是一个十字螺丝，我们再把它转开来。转开来之后，这个把手摇晃一下，应该就可以拔起来，像这样子。这边的设计也跟刚刚一样，六角的。这个新的水龙头它就没有卡得很死，它转下来就比较松。转下来就像这样子，跟刚刚长得差不多。我这边稍微试了一下，这一颗是旧的阀芯，然后这一颗是新的阀芯，这个是新的水龙头。如果要把旧的阀芯整颗锁在新的水龙头上面的话，发现这个牙不太对。这个水龙头的洞比较大，这个阀芯的牙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它会整个掉下去。虽然水龙头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这个阀芯没办法直接更换，不是所有都是统一规格。你如果买同一批货的话，有可能它是可以更换的，
但是如果你隔了10几20年，然后又是不同工厂生产的，有可能这个规格会不太一样，不能直接换过来用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阀芯的设计，这2款都是陶瓷的阀芯。正常来说，阀芯拆下来的话，这个底部会有一个橡皮垫。这个旧的阀芯我拆下来的时候，整个橡皮垫就直接粘在水龙头上面，然后里面的陶瓷片就会掉出来。可以看到这个橡皮垫已经粘在这个水龙头上面，因为橡皮被压迫在那上面太久了，所以一般就是会有这种现象。如果你在拆沐浴龙头的话，沐浴龙头的陶瓷芯下面也有橡皮垫片，也会像这个样子粘在水龙头的底部。左手边这一只就是新的，下面是平整的，不会有粘橡皮在这个上面。所以这一次的拆解就告诉各位，这个阀芯有的时候是不能直接做更换的。会造成这一次漏水的原因，一般来说就是这一个陶瓷片它有磨损，磨损之后陶瓷片之间就会有间隙，有了间隙就会漏水，就会像水龙头水关不紧的样子。所以以后遇到这一种水龙头，可以的话干脆直接换一支新的会比较快。因为这个一支也没多少钱，像不锈钢的可能100多块吧。另外要再提醒一下，各位在拆的时候，不要把这个橡皮垫给拆下来，因为拆下来的话，你的陶瓷片有可能会掉下来。如果你陶瓷片掉下来的话，没有放好，这个水龙头会不能正常工作。放回去的话，我们再把这个陶瓷芯锁回去，因为这个地方有橡皮垫，它就是靠这个橡皮垫压迫在这个水龙头的底部。所以等一下我们锁的时候注意一下力道，差不多紧了之后，我们再用扳手把它加压一下。再来就把手把套回去，然后把螺丝转紧，再把上面的塑胶盖盖回去。缠止泻带的方法我在之前的影片有教过各位，主要就是几个重点，拿的时候这个胶带要反着拿。接下来我们缠的方向要顺时针的方向。要跟我们锁入墙壁的方向是一样的。最后一个重点，边上这里最好露出一圈，不要缠到。如果缠到的话，也不要缠得太厚，不然会不好入牙。在缠止泻带之前，可以先把这个水龙头装到刚刚墙壁上面的洞试一下。我刚刚试了一下，大概是4圈左右，但是4圈转到底的时候，没办法转到垂直的方向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能转3又1/4圈。转3又1/4圈的时候，因为跟牙还是会比较松动，所以我们止泻带的部分就要缠的圈数比较多。这边大概会缠25圈左右。止泻带到底要缠多少圈，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，主要要看你这个牙跟管口的密合度。如果越密的话，你的止泻带就要缠的越少圈。如果越松的话，就要缠越多圈，一般大部分都是15圈到25圈左右。止泻带缠好之后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转上去，注意一定要入牙要正确。我现在大概就是3又1/4圈，水龙头刚好可以转到垂直，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，这个圈数一定要数，不然你会转过头之后，你还必须要把它扭回来。扭回来的话，这个止泻带就会松掉，松掉之后就会漏水。你就要重新再缠一次止泻带，就会比较麻烦。开了水之后，检查这个接缝有没有漏水，如果没有漏水就 OK 了。今天我们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